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聊美股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經濟數據要出來了。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這個 CPI 數據了，對吧？就是周二有 CPI， 然後周三有一個零售數據，還有一些這個原油數據 PPI。然後周四有一個這個跟具有相關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周二、周三 CPI、PPI， 這是相對來說比較重要的。那麼這個因為在剛剛過去這周出的這個非農數據，那麼是現在交易員呢押注今年的這個降息可能不會那麼多，就是降息預期可能會減弱，但是主要還是要看一下這個通脹數據，還有這些 PPI， 因為能從 PPI 能導出 PCE 來，也是跟通脹相關，这個相關性比較高的數據。還有更重要的就是下周要進入這個財報季了，因為你看什麼 JP Morgan 啦，這些大的投行，這個 Wells Fargo， 這些投行開始出財報的時候，也就是說財報季節要開始了。那麼周二、周三、周四這都有一些大的投行要出財報。那麼我們等一下也分析幾個就是相關度比較高的。好的，那麼來看一下，先看一下標普。標普指數這個大周期我們之前是分析過的，尤其是在這個年初的時候做復盤的時候分析過。其實我們現在你看它現在看的周期是季度 3M， 就是每一根 K 線是一個季度。這種大周期上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中樞，所有的這些全都是這個中樞的離開段，所有的都是這個中枢的離開段啊！你說這個離開段的生命力有多強？那麼一直都是從666.79開始生長的。這是666.79開始生長出來這麼一個波瀾壯闊的一個大牛市。那麼這是在2009年開始出來的這波大牛市。那麼它在這裡是有過一些回落，但是這個回落都不夠比，也就是構成了針對這個季度的大中樞還沒出現300呢，所以這是我們從大周期上能夠看到，如果出現回落了，只要回不來這個中樞都是300，也就是說我不怕你回調啊，你回調了反而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做多的位置，我還可以再生長出來一筆，甚至再突破前面的歷史高點，或者說我回調了，然後但是不打新高，那我就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就做一個跟下面類似的一個大中枢也可以，對吧？所以說有回撤不是壞事。那麼現在在這個大周期上還沒有出現頂分型，因為這個第一個2006年这個2026年第一個季度剛開始。那麼我們看一下這段的這個次級別，把它高亮一下，整個這一波月線上是一個7比1 2 3 4 5 6 7，第7比，或者說你說它是7浪啊也可以用波浪的，但是波浪裡面只有5浪或者3浪，它沒有7浪。我們是借用這個波浪這個說法，用這個借用或者結合波浪跟這個纏論，我們說它是7浪。然後在這個我們有模型，什麼模型呢？就是7浪衰竭或者說9浪衰竭。因為7浪衰竭它可以回來一段給一個8，但是碰不到前面的高點，還可以有一個第9浪。如果說第9浪不能打高點的話，那就是在這裡做中樞，對吧？這就是7浪這個位置是一個在這個浪形裡面算是尾浪。但是它這個周期因為非常大，因為是在月線上的第7比或第7浪，所以說這個它的回落的話，那就需要時間呢，因為這個每需要出現頂分型都需要3個月，我現在連頂分型都沒有，對吧？想要出現一個頂分型需要3根 K 線，那麼在月線上的話就要3個月呀，所以現在這個頂分型還沒有出現，那麼我們關注就是第7比或第7浪，它的內部。雖然說現在還沒有頂分型，之前是有過一些，出現過頂分型，這是頂分型，對吧？但是都被打掉了，都變成了中繼的頂分型了。那麼這也是這裡也有一個，所以說這個出現頂分型，並不代表100%要回落，那就要看它的內部。你像這個位置就是之前特朗普這個上台之後，這個3個月的回撤，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的一個大幅下殺。當時很多人都嚇壞了，對吧？我也嚇壞了。那麼它當時的一個回落是20%，我們看這個從最高點
21.46%，21.46%。因为在技术上，如果说回撤20%以上的话，就进入熊市了，技术上就进入熊市了。当时很多人都看得非常空，当时很多人都看到去跌破这个3490这里去了，对吧？都跌到这兒來，所以說，還是非常嚇人的當時。但是我們現在回頭來看的話，那美股還是確實是，把這個給它清掉。回頭來看，你當然知道這只是一個上漲途中的一個小的一個回檔而已。但是在當下的時候，你能不能夠做到非常的這個鎮定？那麼這就是一個我們需要修煉的，或需要去磨練的。那麼現在這個這一段我們之前是經常分析的，我們看一下它的次級別週線上，那麼這個結構已經非常熟悉了，3491 A 中樞離開段，大 B 中樞也是一個離開，對吧？那這個結構，而且這個高低點就是大 B 中樞的低點，就圍繞它震盪的這個低點和圍繞大 A 震盪的這個高點，它沒有接觸，這兩個價格沒有接觸，一個趨勢上，一個趨勢上。那麼這個趨勢上，我們現在關注重點就是第二個中樞，第二個大 B 中樞什麼時候？你要麼是給一個3買，回落一筆給一個3買，或者說拉回來，在最差的當然是砸跌穿這個中樞，然後一個反彈不回到中樞裡面給一個3賣，對吧？這些都沒有，現在都沒有。那就關注的重點就是這一筆什麼時候結束？這一筆要結束的話，也需要出現頂分型。現在連頂分型又沒有了，前面是出現過幾次的頂分型、頂分型、頂分型，對吧？這都出現過頂分型好多次了已經，但是還是一樣，出現頂分型你就要關注它是不是中繼的。但是現在這個已經從4835這一筆它的內部延伸度，就是內部的結構已經相當飽滿了，這是我們在平時做直播的時候經常說的。我們看一下4835，這就是我們利用區間套一點點降低週期，從季度、月線，然後那個週線，然後日線，對吧？這種就是類似這個你用放大鏡，放大鏡的這個度數越來越大，那麼你看的就越來越精細，越精細你就知道它的內部構造。如果說這個飽滿度已經非常高，我一直強調這個飽滿度就是跟那個模型相比較，跟纏論這個模型是一個趨勢模型還是一個盤整模型，對吧？你跟這個模型比較，它的那個是不是有進入段，是不是有大 A， 是不是有小 B 段，是不是有大 B？但是小 C 的話是不需要，或者說不是必須要有的，最主要的是中樞，中樞是不是有？有中樞的話可以隨時結束，這個我們一定要注意。所以現在這個有了大 A 大 B 小 B 小 A 都有了，就看這個是不是要這個再往上延伸，給一個小 C 段呢？還是說不給小 C 段直接掉頭，對吧？所以現在就關注的最後圍繞這個中樞它怎麼運動就好了。這就是我們可以切入到相對就是比較小的範圍，你關注的這個就是最後一個中樞的震盪，最後一個中樞它怎麼來震盪？是上面還是中樞下方，還是在中樞這個中軌？是因為這中樞有一個中軌，尤其是這次回落剛好踩到中軌之上的反彈了一筆，所以每一個中樞，尤其是級別比較大的時候，你一定要關注這個中樞的中軌。在中軌上方的話，那就是多頭的力量是偏強的；中軌的下方，那空頭的力量是偏強的。所以說，你可以利用這個中軌來做一個多空強弱的分析。其實啊，無論是纏論還是什麼其他的技術分析理論，什麼道氏理論了、波浪理論了、什麼均線了，所有的技術分析這些指標都是用來分析多空強弱的，這一點你一定要注意。你用什麼技術分析都可以，對吧？你用那個什麼趨勢線都可以，所有的技術分析只不過是用來幫助我們判斷現在是誰強，誰是多強還是空強，對吧？是多頭強的話，那你就做多；空頭強，你要麼是做空，要麼就是離開這個市場觀望，或者說去這個減倉。對吧？這就是你要分辨的，所以說就是最簡單的，所有的技術分析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那麼沒有什麼100%告訴你現在是我這個技術分析可能特別好用，什麼黃金分割這個，比如說這個金叉死叉了，好多人去用這個或那個 MACD 的，我金叉了就要怎樣怎樣，什麼死叉了就要怎樣怎樣，不是的。所以說它只是告訴你現在誰強誰弱，所以說一定要用好這些技術分析的這些技術指標。那麼現在既然多頭是強的，如果說你是那個手裡有倉位，又是喜歡做多的，那你就多拿一拿嘛，對吧？沒有出現明顯的這個小週期沒有出現明顯快跌的時候，或者說沒有出現大幅的下殺這個中樞的時候，你就淡定一點，對不對？
然后再拿一點那個倉位做一做短差。但是因為它這個在日線上這個週期已經是大 B 中樞了，所以這個倉位的話，你如果說有點恐高的話，你減倉也沒有問題啊，對不對？就因為它隨時可以殺破這個中樞，然後走反向，相當於週線上我們要回落一筆了。那週線上回落一筆，如果說指數給你來個5%的回撤的話，那麼這個指數5%，可能個股的話就10%、20%、30%去了，那這個回撤幅度還是比較大的。你也可以先在這個週線上用這個黃金分割，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要回調要30%、0.382的話，那就要到这个6159了，还是比较深的，对吧？就刚好在这个中枢之上。如果說到0.5的話，那就是5900了，所以這個回殺還是比較深的。所以說，我覺得也就是給個5%，現在連5%的回撤都沒有。前面這裡是有過一次，我們看一下這個，給了5%左右的一個回撤，現在連5%的回撤都沒有，說明這個延續性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延續性非常非常好，並不代表它不會有回撤，所以說我們現在就小心一點，因為在日線上這個結構是飽滿的，你需要小心一點。什麼時候有回撤、快速下殺的時候，你不要去割肉，對吧？因為牛市的節奏就是快跌慢漲，快殺我們不怕，但是不是說你快殺的時候才去減倉，而是說上漲動能不夠強的時候，內部出現衰竭的時候，你去減倉，那你就要看它的小週期上，比如說這最後這一筆。你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1小時上，對吧？你看這個1小時上已經出現3筆了呀，對不對？這個位置你在這個週五收盤之後又出現頂分型了，我減一點有什麼問題呢？這出現了盤整背馳啊，它這個 MACD 柱子的面積比前面小，快面線比前面的低，雙背馳嘛，對吧？所以說我在這個位置減了，那麼等待它再次回落一筆，甚至它直接可以一個跳空缺口直接往下走也可以的，那誰也不知道下周開盤之後是一個什麼情況。所以說你在週五的時候，這個位置減倉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那麼如果說減的話，就等待它再次回落，因為你沒有辦法預測它是一個只是回落一筆之後構成中樞之後繼續上，還是說直接一個快速往下走，對吧？你沒有辦法預測到，你只能去用倉位應對。那麼這個位置既然出現背馳了，我在這個位置減倉是沒有問題的。而不是說我殺下來了，我在這個位置割肉，這是有區別的，對吧？一定是出現了背馳的時候，不論是盤整背馳還是趨勢背馳，趨勢背馳的話可以用五浪，五浪的話你可以這裡看成兩個小中樞，就相當於一個趨勢背，就是一賣，對吧？你可以賣到一賣，或者說盤整背馳也可以，3筆也可以來操作。就是說，是在背馳的時候去賣，而不是說去在跌下來去割肉去，這是有區別的。那麼針對指數就是。這一筆，如果說它要回落的話，看它是不是要再拉回來。因為現在這裡我們看1、2、3、4、5、6，第6筆。如果說它要震出9筆來的話，那看看是不是要9筆升級之後去往上走，或者說給一個3筆一個大幅的回殺之後，那就變成了一個週線上的一個上漲和週線上的一筆回落，然後之後可以繼續往上走。就這些位置都是你可以進場去做多繼續買的，因為它是一個類似一個什麼呢？就是一個趨勢上，大週期上是一個趨勢上，然後針對小週期這裡有一個盤整下之後可以繼續趨勢上，所以這就是一個比較經典的一個這個策略也好，或者一個模型也好，就是一個看一下，大週期上是一個黑的，其實是這個1、2、3段，小週期的話它可以是兩個中樞，我用那個紅顏色代表是小週期，它有兩個中樞了，然後這裡可以再回調。這個回撤的話也帶一個中樞，就是一個趨勢上接一個盤整下之後可以繼續趨勢上，它可以走這樣的結構。那麼大週期上你看的話就是3筆，大週期上就是一個3段，1、2、3、3段。那麼在小週期上它是帶兩個中樞的，然後回撤也帶一個中樞，所以說可以這樣演變。那這是我們需要這個之後跟蹤的。好的，這就是針對這個標普，我們這個用大週期慢慢用區間套降低到小週期，我們講的比較詳細了，我覺得。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週，首先看一下這個要出財報，我選了2個，一個是這個 JP Morgan 和這個Bank of America 這兩個銀行，一個投行的。先看一下 JP Morgan， 現在這個美國投行啊 ，JP Morgan 絕對是老大了。那麼不論是這個他的那個 CEO Jim Dimon，還是其他的，
你看它的圖形就知道，在银行里面它的图形是最牛的。那么他们的 CEO 这个 Jimmy Dimon 也是在那个华爾街也好，还是在美国政府那边说話都很有分量，尤其特朗普好像跟他的这个私下交流也比較多，所以說這個 JP Morgan 在圖形上是非常強的。那我們簡單看一下它的圖形，也是現在我看的圖形是季度的。那麼這裡有一個大中樞，這裡有一個大中樞，這兩個中樞的高低點呢，我們之前是看過 18.75。這是有接觸的，也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擴張的季度圖形上一個擴張的一個大中樞，也就是說這個升級了，或者說你把這個中樞當成季度這個，因為我這個每一筆都是這個構成中樞是由筆來構成的，那麼這兩個中樞，也就是說是季度這個週期的本週期的這個中樞，就擴張之後的中樞是季度本週期的。那麼先不說這個，我們就看它針對最後一個中樞，它是怎麼一個演變的。起漲點在 14.96， 那麼它這個是一筆上一筆下一筆上，這是已經3筆了。這一段回落也是構成了季度上針對它的一個300，然後開始向上生長。我們先比較一下這3段，沒有背馳，突破了 259.28， 也就是現在這個第3段跟第一段比較沒有背馳啊。那麼就看它什麼時候有背馳了，然後再回落一筆。那回落的話是一個1、2、3、4，只是一個4浪回撤。那碰不到前面這個高點的話，還可以有5，或者說就是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對吧？這樣的話，就看它是不是這裡因為是一個升級的中樞。如果說這個中樞只是兩次回撤的話，那還構成3買，就構成下面這個升級中樞的3買呢。這就是你說它這個生命力有多強吧？我們看一下關注的重點就是這101。起漲這一筆，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現在在季度上沒有頂分型，週線上沒有頂分型，還是一筆。週線上，這個月線上啊，月線上還是一筆，也沒有頂分型。看一下週線上，那麼週線上結構就多了。我們看一下我畫的這個，這是101.28起漲點，這是 A 中樞離開。你看它這個離開就比這個標普那個強，因為標普是已經有 B 中樞了，標普這裡是有一個 B 中樞，這是 A 中樞。但是針對這個 JP Morgan、GPM 的話，它這個是一個3段，1、2、3段。但是呢，這3段我們目測的話，這個第三段好像比第一段要短一些，目測就空間小一點。我們用工具測一下，對吧？還到等比例還差一點點，347.22是等比例。那麼就你要是做財報的話，就看它出財報之後能不能到347.22。我們看一下空間，5%，對吧？如果說它這個財報之後在347附近不能夠很有力度的突破347的話，那你就要注意了，可能這個上漲可能到了一個相對來說的一個高位，可能是不是要回撤一下，然後可以繼續上，還是說如果說非常有力度的，比如說突破了347或350。對吧？給一個10%的，那你就多拿一拿，因為這段沒被持了，對吧？沒被持，你就可以多繼續拿一拿嘛，對不對？所以說這就是在大週期上，這個347.22是一個相對比較關鍵的一個位置。我們再看一下它最後這一筆，雖然說在週線上它是有被持的跡象了，因為這個短嘛，那麼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很飽滿了？這就是202這個起漲點。1、2、3、4、5，用了5筆作為一個進入段，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中樞，這還是比那個標普那個強，因為標普那個是已經下面有一個中樞，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這裡有第二個中樞，對吧？但是它是直接一個5浪進入來，然後做了一個 A 中樞，但是呢，你這是一個盤整上，標普那是這麼一個結構，是一個趨勢上，它倆都可以結束，不是說必須要留2個中樞才能結束，因為這個。GPM 的這個這個進入段啊太大了，那麼後面如果說想不背馳的話，要生長成5段來，那麼這個難度是比較大的。它如果說是一個只要是一個3段，其實這裡已經有潛在的3段了。為什麼我說潛在的3段？你看這裡，就這裡1、2，就是如果說從這個起漲點的話是一個1、2，可以看成一個1、2、3了。意味着這個的這個結構或者這個級別跟前面這個就這段的級別跟這個已經類似的相等了，只能說類似，因為這個第3段它這個第3段啊，它現在不滿足一筆，但是沒有問題啊。那你用小週期的話，比如1小時上肯定是夠三段的，甚至是這個60分鐘、30分鐘都可以。
就是說这两個是這個級別是類似相等的，大約等於這個級別是相同的，所以說这可以結束了。那麼又到了這個我們剛才說347那個位置，就是說去看這個1月13號周二盤前的這個財報，如果說往上衝，你千萬不要追它。如果說手裡有的話，當然可以拿，或到了那個位置可以稍微減一減，看它是衝到那個位置之後，然後快速回殺，還是拉回來，对吧？是不是要把這個中樞震大一點再上，還是說直接走一個反向的？那就是說周線上我要給一個大幅回落了。那麼回落之後，看能不能夠碰到280，碰不到280還可以繼續上，碰到280的話，就是在這裡做中樞，對吧？這裡就是做周線的大 B 中枢，因為周線上只有一個大 A， 所以說就看它这個之後出財報之後怎麼選。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BAC 的話，這個也是比較有意思的一片，就是啥？它是巴菲特的這個持倉的。那麼當然也是因為在這個次貸危機的時候，08年次貸危機的時候，它也是這個美國銀行吧，或者說就當時因為你看嘛，從50多55跌到了2塊多，这就是恐慌性下跌嘛。當時這個次貸危機的時候，好多銀行都出現這種快速下殺。那麼他們找到了這個巴菲特，然後當時巴菲特的買入價很便宜的，而且巴菲特的買入的時候是一個特殊的一個協議買的，具體的名稱我忘了，或者說那個模式我也忘了，他不是直接買的股票，對吧？所以說，但是他買入價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便宜。所以說，為什麼巴菲特老是存了大筆現金呢？老爺子之所以存了大筆，就是為了防止出現這種事情。你如果說不存有大筆現金，你是沒有你其實都有給你機會了，你也沒有錢吶，對不对？所以這就是巴菲特老爺子一直在等出現這種世紀性的狂跌的時候，他就有機會撿便宜了。所以說，很多人就是羨慕他，但是給你機會，你沒有那個錢，你也做不到。所以當時就是巴菲特是買入了這個美國銀行。那麼你看他現在從當時這個可能是它的價格也很低，5塊錢左右吧，大概我記得是。那麼現在已經漲到了57了，哇塞，這又是一個10倍的一個上漲。那麼現在它的結構，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構是這個3M，也是季度。那麼這樣的話是有一個中樞，這個回落非常牛，這是在2020年，因為這個疫情的時候一筆回落，最低點17.95，這個中樞的高點18.03，看到沒有？剛好砸回到中樞裡來。所以說你如果說這樣畫的話，就是這一筆畫到這個位置，然後這裡是算一筆回落也可以的，因為它這個回落剛好是回到中樞裡來，是有這個技術含義的。對吧？它其實也是圍繞這個中樞震盪沒跑出去，你這個想逃逸、脫離這個中樞的吸引力的話，力度要夠強，這就是力度不夠強，又被吸回來了。所以這個是這一筆的回落其實是有意義的，但是嚴格定義，因為它的高點是在這個位置嘛，所以說你嚴格定義的話，它是要一筆畫到這裡，但是因為它的回落是不夠一筆的，所以說它其實是往上延伸的。你在具體劃分的時候是這樣，但是在實際操作的時候，你要知道它這筆回落的是有意義的。你實際操作這個位置回到這個中樞裡來了，肯定就得到支撐了呀。所以你就期待的是有反彈的。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當下在操作的時候，你發现它這個剛好是踩到中樞上沿了，然後又得到支撐了，你是可以買的。意思是說，你如果說你只是從這個分析的話，那你是可能到次級別是要去找它的2買去，也可以。那麼現在它的結構，我們就嚴格化。就是從這裡是一筆，然後這個是3買了，這個中樞季度中樞的3買，然後出現又一個新的一筆上漲，也就是說從這個中樞離開之後，它已經有了3筆了，3段，然後我這裡也測過了，剛好這3段是一個等比例57剛好是這3筆的一個空間的一個等比例的位置，對吧？你也看到現在。有點想衝上去，但是又被砸回來或壓回來。上影線是相對比較長的，這個上影線是比較長的，所以你也能看到這個位置有壓力的原因，是一個等比例的位置。但是現在，因為在這個周期是比較大嘛，那這個周期季度上現在也沒有頂分型啊，對吧？我們要關注，雖然說是到了等比例，這是需要你注意了，要關注它能不能夠突得上去。因為只有突破57，它不被持才可以繼續往上生長。如果說一直橫在這裡啊，一直盤在這裡是不好的，那可能就要回落了。回落的話，那是不是要做這個大 B 中樞呢？那這個季度上一筆回落，那這個空間是大的，所以說我們需要去警惕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月線上这一筆，月线上这一筆也是3段，然后也是一個等比例，那這就有意思了，兩個週期同構了，你發現沒有？季度上是3段，然後月線上也是3段，然後也是一個等比例，那這就是有意思了。那麼再看這個月線上的第3筆，那麼月線上的第3筆也是上影線也是比較長的，但是月線上也沒有頂分型。我們再看一下週線，週線上也是3筆，週線上也是3段，同構了。季度、月線、週線全是3段的，全都是這種結構，每一個都是。你看，這是比如說這是季度的3段，然後這個第3段裡面又是一個3段，然後第3段的這個裡面又是一個3段，每一個都是這樣，對吧？結構同構了。那麼現在在這個位置它是沒有背馳，它是有背馳了，因為它的等比例在哪兒？60.99是這第3段，就是週線上第3段漲到這個位置才不背馳。現在明顯是弱呀，你看它這裡的回落是比較多的。說明它這個第3段走的是比較糾結。你看前面的第1段走的是非常強勢，快速拉升回到這個0軸以上。現在是有過一些空中加油吧 ，MACD， 但是現在這走的是偏弱的，說明這個第3段現在是力度稍微差一點。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內部，也就是說週線第3筆現在也沒有頂分型，但是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那麼這個週線的第3筆，那麼日線上。這是它的起漲點44.75，這是進入段做中樞，然後這段回落，你看它這個回落也是剛好進入到中樞，也是剛好是進入到中樞之後往上走，所以說每次上去回到中樞上沿，或者說在這個中軌以上，你都要留意它是不是要繼續往上走，這是可以進場做多回買的非常好的位置，或者說它完全可以成為一個啟動的位置。那如果說能買在這個位置的話，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因為它之後就連接的就是一個小 B 段，連接的就是這個位置是連接的小 B 段，也就是單邊段。那麼往往這個是不浪費時間的，因為盤整是浪費時間的呀，來回在這震多浪費時間呢。如果說是單邊的話，你買進去就漲，而且是快速拉升的時候，那這個是對你的心理上還是操作上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所以說這個每次回落的時候，就有了3段構成中樞之後的回落，你一定要關注。針對它中樞的位置是只是在上沿這個附近，還是在中軌，還是在下軌？那麼針對的這個操作是不同的。那麼現在這個日線上已經出現這個開始離開了，那這些回落的話，其實這筆回落是構成一筆的，針對這個中樞其實可以當成一個300，但是因為它這個那個上漲啊也是不夠一筆，所以說是一個類300的一個狀態。跟剛才看那個 JP Morgan 有點像。那麼也是 JP Morgan 也是這麼一個結構，他們現在日線上結構差不多，其他結構是不一樣，但是日線上結構差不多，因為都是銀行嘛，所以說他們週期越小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那個結構都差不多。所以針對這個美國銀行的話，看一下這個1月14號盤前，它如果說有財報，是不是就是還是針對這個中樞，是不是能夠快速再殺一下？你可以去，我們可以測一下這個空間。如果說到120天7%，如果說拉回到中樞裡面就是8%，對吧？往上走那就看那個週線上的那個，我們剛才看週線上那個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60。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空間8%，上下8%左右或者10%以內的一個空間是它一個震盪的一個合理的一個範圍。所以如果超過這個的話，現在是它明顯是偏弱一點。好的，那這是針對2個下周要出財報的，我們簡單分析一下。然後我們再簡單的快速看一下現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說看一下這個比特幣。那麼比特幣的話也是，它就是弱得很吶。相比較其他的這個黃金、白銀啦，還有這個股票的那些什麼英偉達那些都是弱得很。就是比特幣主要是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個指導性沒有那麼強，還有就是現在這些大機構啊沒有進場買，因為想要推動比特幣，必須這些大機構，他們來買才能夠推動。那麼需要關注的一點就是在週線上出現了一個潛在的3脈了，從這個最高點，現在看的週期是週線，這裡是有一個中樞的，那麼這個反彈已經夠一筆了。注意，這個反彈夠一筆了。如果說回不去的話，人這裡還有一個中樞，就借用前面這個中樞的話，它是一個3脈啊。然後這如果說是1脈的話，這就是一個2、3脈重合的一個賣點，也就是說這個賣點又是2脈又是3脈，就潛在的。如果說能夠形成，
杀下來的話，那就變成了二三脈重合，这個一定要注意，因為二三脈重合的賣點或者是買點，它的之後的力度都是非常強的，就是我們要防止它往下殺。如果說什麼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小周期你發現快速往下殺的時候，就很容易殺掉前面這個80524這個低點。那麼這樣的話，後面我們是不知道它也完全可以殺到這個200天去，200天就到6萬了，那這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到6萬的話，将近40%的空間，到這個120天是13%，所以這個還是比较嚇人的。如果說真的要殺到6萬的話，那麼就看一下這個最後這一筆的一個演變。這個一筆的演變，我們需要關注它的小周期日線上。那麼日線上現在是3段，我們在上一周做這個周末復盤的時候，我一直說就是看前面這個高點9萬4這個附近，就是說這一筆上漲針對9萬4，它是一個有力度的往上走。那起碼什麼叫有力度呢？起碼要推到120天、200天吧。它連120天、200天都沒有推上去，對吧？这沒有力度啊。雖然說這個 MACD 是拉到0軸以上了，但是後面沒力度了，沒上去。所以現在就是看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做 B 中樞，這裡是一個 A 中樞，大 A 中樞，那麼這裡是一個潛在的大 B 中樞。做完之後是不是要再速度往下殺？那麼那就要殺的話，就要殺掉這個80524了，對吧？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周線上。這一段是不是要走離開了，對吧？但是呢，它因為是一個日線的大 B 中樞的離開，如果說這個離開段不帶力度的話，你跟前面這個進入段比較一下，這是有進入段，我跟這個離開段比較，如果說能夠背馳的話，因為它現在好就好在已經拉到0軸以上了，只要不像前面這裡，你看這一個位置。如果說上到0軸以上之後，如果說快速往下殺，那這個張口的話，那就壞了，那個空間就大了，就下殺的空間就大了。如果說在這0軸這裡不能夠快速把這個 MACD 的這個快慢線打出一個大的張口往下走的話，那說明這個力度是沒有的，就很容易背馳。我說的是，就這段很容易跟這段出現背馳，那就還可以再買。但是這個空間我們剛才已經測過了，有10%以上的一個空間，對吧？那麼如果說還要去降低週期看，就是說，因為從84400到這個94852這段的話，現在還沒有辦法說它那個結束了，因為現在這個回落這一筆還不夠一筆，它完全是可以在小週期上，這裡4小時上是有一個中樞，4小時這個中樞它可以繼續震，然後可以繼續往上走也可以，對吧？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關注的是4小時的這個結構，這一筆的一個4小時結構。那麼4小時我在這裡是畫出來一個中樞的。但是呢，它這個中樞有一筆，就這一筆，就是這個進入段，然後這是第3筆吧，構成中樞的第3筆，它其實最低點是在這個位置，或者說我用的這個平台的這個最低點是在這裡。如果說你用的平台不一樣的話，可能最低點有一些差別，但是大概其的話就是這麼一個中樞。大概一看這有一個平台，對吧？你看一下裸 K 就也能知道。大概其的話，這裡是有一堆 K 線在這裡堆在這裡，說明這裡有一個平台或者有一個中樞。這就是，大概看的話，模糊看。那麼也是，你看它這個回撤也是踩到了這個4小時的200均和120均，剛好在這個位置也是有支撐的，所以這是也是一個好的跡象。然後還有就是中樞的中軌，這裡我如果說畫中樞的話是有一個中軌的，也在中軌之上，這都是現在還沒有完全惡化的這個跡象。如果說這個你什麼時候發現4小時跌破了這個120和200周的均線，200均線的話，那麼往下來又在這個中樞中軌以下，就在這個下半部分活動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了，那是不是要繼續往下走了？所以現在還沒有完全惡化，但是我們需要警惕了。如果說真的是出現一個什麼快速，什麼一個消息刺激快速往下走的時候，那寧可先出來一些。但是呢，如果說這個事件是發生在周末的話，是出不來的，因為你只有操作合約才能夠去在周末交易。如果說只是買賣 ETF 的話，那就需要等了。那看它是不是先砸到這個，這裡不是有一個類中樞嘛？先砸到84400之後，那甚至要砸到8萬以後才可能再進，那就是相對被動一點。不管怎麼講吧，比特幣是偏弱的，那麼以太幣的話也是一樣。但是以太幣跟比特幣的區別就是，以太幣的大 B 中樞已經構成了，它的這個起碼這3段都已經結束了，現在其實就在圍繞這個大 B 中樞震盪呢。現在是前面有大 A， 這裡有大 B， 它跟它的這個結構比比特幣走得快一些，因為比特幣畢竟大家爭奪的更厲害，因為是龍頭嘛，然後資金量大一些，它爭奪的厲害。像這個以太幣它就爭奪的小，所以它結構完成的快，完成的早。那麼現在其實就是你看它這個中軌，
我一直這個每一個就是尤其是日線以上，尤其是日線以上的中枢啊，你把这個中軌給它這個設置出來，這個圖形上軟件上是帶的，你把這個每一個 middle line 就是中線都給它弄出來，就是中軌嘛。你會發現，你看它這個中軌剛好是到了這個位置下去，看見沒？剛好是中樞的中軌頂到這個位置下來的。所以說你利用這個簡單的中軌就能夠很好的做交易了，那麼很好的一個幫助你判斷多空强弱的這麼一個指標。那麼現在它又下去了，那就看看是不是再一次下來之後，它其實還在這裡震的嘛。那現在是一個1、2、3、4、5第5筆。現在開始走第6筆的回落，看看是不是要在這裡震之後往上走，還是往下走？但是在這裡震盪的時候啊，圍繞這個中樞震盪，不代表一定往上走，它可以繼續往下走的。所以說這個是一個中陰狀態，它沒有方向，沒有方向。這是針對這個以太幣。再看一下黃金，那麼黃金的話也是這個大週期上我們就不繼續說了，就看一下日線。日線上從這個1810這個起漲點，這是一個 A 中樞、B 中樞、C 中樞、D 中樞，但是因為這個 D 中樞它這個出現了9段，我這裡畫了一個9，這個是圍繞震盪的時候超過9段，那前面全變成進入段了，全變成進入段，因為級別小，這個升級之後的9段是級別大的，這是級別不一樣，所以前面全是進入段，後面是離開。那麼針對這個第9段之後的離開的話，現在是已經有3筆了，但是呢，它再次回落，這個還沒有完全生成。回落如果說構成了中枢之後，這個還是3買。為什麼是3買呢？因為下面的中樞是9段升級的，它級別大呀。這是一個，我用另外一個顏色，用紅顏色的，這個是它的級別是大的。那麼你藍顏色的2次回落，藍顏色的2次回落還是3買，這是3買啊。現在還沒出現這個回落，也就是說，它如果說再次突破這個4549的話，說明這個是上漲這筆沒結束。上涨這筆沒結束，但是如果說他選擇先跌破這個4274的話，說明這個回落是勾一筆了。那麼回落勾一筆，也就是說這個這裡是有一個潛在有一個中樞了，有個中樞啊，這是一個3買。當然了，它可以往下再延伸，踩到這個120天也可以，就稍微深一點嘛，对吧？你看它怎麼構成的，這個我們不知道，它完全是可以構成一個喇叭口的，構成一個喇叭口的一個大中枢也可以，或者說構成一個這個類似一個平台似的也可以。對吧？那就是要砸到這個位置，所以說具體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回落到這裡的話，一定要注意，它針對這個是3買呀。那麼再看一下黃金那個白銀，白銀的話現在市場關注度是比較高的，因為它這個漲幅比較大嘛。但是我們小周期就不去跟了，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日線上這段，這是我們之前做的筆記。那麼日線上其實是從這個28.339这裡上漲的，這裡是一個 A 中樞、B 中樞。但是它這一筆啊離開太強了，沒有背馳，所以說這裡有概率比較大的是在這裡做成一個 C 中樞，大 C 中樞，或者說是什麼呢？或者說這段沒結束，就是說這裡可以繼續往上生長，再次突破這個83.7570，也就是說從這個48這個上漲沒結束。那麼這裡是有一個中樞，我這裡畫出來了，我們看一下它這個結構，這4小時上是有一個中樞的，起漲點是在下面這個位置。48.6，那麼這個4小時這裡也構成中樞了，而且啊，你看最近這個結構特別有意思，就是在這個中軌這兒。所以說我跟你說，大週期週期稍微大一點的，你都把這個中軌弄出來。你看這個位置剛好是到了中軌的這個位置，然後出現的那個上漲，對吧？如果說你一直盯着它的話，你發現哎，這到了中軌了，但是因為這個白銀的交易週期是23個小時，就看你這個回落這一段的時候，你能不能夠交易。因為你如果說不是做合約的話，只是做正常交易週期的話，就是比如說美東時間9點半到下午4點的話，有的時候你可能買不到這個位置，所以說就看你個人的情況，還是說只是做一段或做一小段。但是它這個技術上，你看它剛好是踩到了這個位置，所以說這個中軌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幫助我們判斷。還有這裡，這也是到了中軌這個位置沒上去，然後又下來一段，但是它這個回落是不夠一筆。但是也是說明這個中軌是有意義的，就是前3筆出現之後，那麼中軌就可以標識出來了。所以說你前3段，然後構成中樞之後，你就可以把中軌弄出來。但是現在這個黃金的話也是在日線上它沒方向，就是要麼跌破70.0996。要麼突破83.7570，這樣的話在日線上就有方向了。要麼就是上漲延續，要麼就是回落勾一筆。回落勾一筆，那針對這個的話還是3買，對吧？你看它是不是要跌破，比如說到66這裡，就是回落到0.5的位置，針對這個還是3買，那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中樞了？
所以說，針對黃金的話要關注。如果說給到一個300的話，還是可以操作的，因為到這個300之後，它還要再給你一筆，是可以是一個微轉，也可以是在這裡做中枢，但是具體怎樣不知道。但是这段是可以做的，这段是肯定是可以做的。这是針對這個黃金。好的，那我們再分析幾個股票。先看一下這個 MU， 因為在直播的時候我們分析的是比較多了，大家提問的我們都講過，我們就講幾個大家沒有提問的。說一下這個 MU， 就是現在這個閃存吶，是這個真的是現在市場上關注度非常高的，也是類似一個當紅炸子雞的那種狀態，非常的強勢。那麼關注度也是非常高，因為现在他們缺貨，就是供需關係造成的吧，可能是需求量很大，尤其這些數據中心造成的。那麼供應的話，可能不知道是故意壓着貨不賣呀，還是怎樣，但是我們不知道。但是反正現在就是價格上反映了现在那個需求量非常大。那麼在周線，現在結構是日線，從這個103這個上漲，1、2、3、4、5，一個5浪做成那個進入段，然後開始回檔，做成中樞，然後開始離開，對吧？這個針對這個離開還不背馳，現在我們之前測的時候是一個等比例，但是現在已經不背馳了。之前在這個位置。293.85的時候是出現過一個停頓的，你看這個剛好是出現了一個日線的頂門形，所以說這個當時這個當下是有意義的。但是呢，它只是在小周期上又出現了一個回檔之後，然後繼續上漲，現在已經不背馳了，現在已經到了1.618了，也就是這段跟前面這段不背馳，那就看它是不是要走一個1、2、3、4、5了，也就是說這裡1、2、3、4，即使有回落的話，也是一個4浪回撤，還可以有5，那麼跟這個進入段就一樣了。進入段也是一個1、2、3、4、5，發現沒有？如果說這離開段也發生一個1、2、3、4、5，又同構，如果說這麼構造的話，所以說有回落一定是去多買它去，大膽買，因為這種基本面非常強、非常好的這個每次回落都是給你送錢的機會，對不對？所以說不要怕有回落。那麼什麼時候有回落呢？我們不知道，我們看一下這段的這個內部221.69到這個346的內部結構，1小時。221.69進入段構成了 A 中樞，開始離開，然後開始2次回檔，構成了 B 中樞，對吧？這個結構已經相對飽滿了，小 A 段，大 A 大 B， 那但是這個離開現在還看不到力度。你要是有力度的話，需要比前面這個離開還要就進入段要強。我們可以現在比較一下，這是它的進入段，離開段。等比例在哪？362，对吧？你只有漲到362才跟這個進入段不背馳，但是現在這個 MACD 就已經弱了。MACD 如果說突破了這個再次突破346的話，你會發現 MACD 想要達到前面的高度已經很難的，還有柱子的面積，對吧？柱子的面積，如果說這個我們看一下前面這個就柱子的面積在哪兒？這段如果說要打一個高點的話，是這段兩段比較。這個是前面進入段的柱子的面積很大呀，後面這個現在很小，看不到啊。即使說打了高點之後，這個柱子的面積也小，所以說很容易出現背馳。也就是說，意味着1小時上這個結構已經很容易出現這個回落了。那麼你首先不要追它，如果有的話，當然可以繼續拿。什麼時候？比如說，回來了繼續買，因為在1小時上還可以有300，就是讓這個針對最後這個大 B 中樞這個結構更飽滿，或者說它直接上去了，然後直接再拉回來。就是針對這個中樞去做震盪，最差的當然是直接上去，然後砸穿這個，然後往下走。那麼也就是以3段的模式構成日線上有一筆大的回落，但是日線上這個回落還是一個這個4浪回撤，一個4浪回撤還可以買，因為碰不到這個的話還有5，對吧？所以說一段做的話，你會掌握的這個節奏非常的好，就是漲上去了有背馳我就賣一賣，然後回落了看它是回落的位置在哪兒，回落的這個如果說還是很強的位置，我就繼續買。所以說这種就是跟着節奏走，你會這個做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就是說漲上去了我也不會那個太高興，因為有背馳了嘛，我要賣一賣。跌下來我也不會太悲觀，因為有背馳了，或者說位置比較好的時候，我又可以買了，又便宜了，我可以把我的這個成本降得越來越低。好的，這是針對這個Macro MU。我們再看像英偉達呀，我們都已經說過了，在這個直播的時候，我們看一下 Palantir。
帕兰尼爾的话也是，它其實週線上也沒有方向，就是週線上是處於一個什麼狀態？這裡有一個週線大中樞，它的起漲點是這個16.64，我們之前說過原因。那麼16.14的話，這是1、2、3、4、5，就是週線上它處於第5段，它沒有選擇方向，它必須要再次跌破147.56，或者說突破207.51之後才有方向，要麼是就是延續上漲延續。要麼就是回落勾一筆，也就是說周線上是不是出現第5段了？第6段了。如果說跌破147.56的話，就是1、2、3、4、5、6，出現6之後，看看是不是還給7，对吧？所以说現在就是在這個周線上是沒方向的。我們看一下日線上，那麼日線上就是2個方向都要看，一要看這個66.12的上漲是不是沒結束，二要看207.51下跌的這個是不是要開始。這就是日線上為什麼要看盯着這2個位置，一個是66.12，一個是207.51，這2個方向都要看，它沒有方向嘛。那麼這裡已經構成了這個中樞，這個中樞已經有7段了，1、2、3、4、5、6、7，已經出現第7段，現在第8筆還沒出來，有希望要出現第8筆。那麼如果說出現8，看它能不能夠打出去，現在力度還沒有出來，看看是不是這裡8之後再回來一次，然後這裡也有一個中軌嘛。利用這個中軌，如果說上去了，回踩到中軌這個位置，看看是不是9段升級之後要往上走，也可以，那就要突破這個207，這是往上走。如果說這裡震，哎，我上去了第8筆，然後往下走第9筆，也就是說去跌破147.56的話，那就是2種方式，2種情況都可以。因為一是這個9段升級，可以從這個位置往上走；二是什麼呢？二是這個1、2、3、4、5構成一個5段的一個中枢回落，也就是說這段它可以是周線那個回落了，周線這裡又可以買了，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第7筆的回落，第6筆的回落。周線上現在是一個1、2、3、4、5嘛，可以有一個第6筆的回落，然後還可以有7，所以這個位置就是我剛才說的這段。不管怎麼講吧，就看它在沒有出現明顯選擇方向，要麼是快速往上走，或者快速跌破這個位置的時候，那就先做中樞震盪就可以了。好的，這是針對這個帕蘭提爾。那麼特斯拉的話，我們在這個周5直播的時候已經講過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想說還有一點點時間吧，說一下這個蘋果。蘋果最近這個回落是比較大的，但是這個蘋果是這個標普，就是或者說其他指數最大的成分股。你想要往上走或者往下砸，都需要通过其實蘋果它的成分占的比重比較大，所以你去做它的話，就是这些機構來打壓蘋果的話，或者拉升蘋果，這個帶動的效果是比較大的。所以說你必須要關注它，因為它是成分最大的。那麼蘋果現在你看它的結構，現在我們看的周期就是這個周線月線，月線上最後這個中樞是有這麼一個大中樞，然後这個中樞是康威視嘗試離開，但是呢。現在已經出現頂紋型了，月線上已經有頂紋型了，而且是一個強頂紋型。強頂紋型、弱頂紋型我們就不去這個重複了，大家已經比較熟悉了，對吧？那麼現在出現強頂紋型，就關注它是不是要回落勾一筆，回落勾一筆之後能不能回來？不回來的話還是300，如果回來的話就是中樞震盪。所以現在就是需要警惕一點了，畢竟已經出現強頂分了。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內部，周線上現在只有這個一筆上一筆下。這一筆下現在也是看着有沒結束的跡象，因為現在這個尤其是本周跌的比較厲害，本周跌了4.3%呢，跌了4.3%，不知道是什麼消息刺激，但是現在明顯是偏弱嘛。那如果說再繼續往下走的話，看看是不是去0.382了，243，到了這個之後，看它是不是有一個1、2、3筆來做一個中樞之後繼續下，一般都是這樣。現在可能走的時候還是進入段的，走到進入段的話，可以這樣做這麼一個中樞之後，然後繼續往下走。所以說，現在先看這段是不是什麼時候結束，然後再看一下這一筆的這個回落，日線上3筆，周線上是1筆，日線上是3筆，而且還在一個等比例的位置，看256.17，剛好在這個等比例位置做了一個底分型。就這個技術方面，或者說這幫機構就看着圖形，或者跟我們用的工具是一樣的，他們也用這些工具，就是那些寫的這個技術分析，他們那些交易的機器人也是用這個黄金分割或者擴展器這些玩意兒來做，对吧？你說要不然為什麼就到了這個等比例的位置它就停頓了，出現底分型呢？你怎麼解釋呢？對不对？很多人說技術分析沒有用，那你給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對不对？說技術分析沒有用的那些人，
那麼现在這三段到了等比例的位置了，那看又出现几分形了，但是也相对来说偏弱，就是说做多的气氛偏弱。你看这个 MACD 已经跌到0轴以下了，非常弱。那这一笔反彈，如果說只是一個弱的1、2、3、4的反彈的話，連前面這個低點都碰不到的話，一定要注意。如果說你要做它的話，就先跑出來，因為還有一個5呢，那可能要去這個120天，甚至是到200天了，對吧？那就深了。所以說，如果說你要做這個第4筆反彈的話，有能力可以做的，畢竟它的基本面大的問題是沒有的。短期有回撤，反而是你進場做多或者說買更多股票的好機會嘛，對不對？所以說針對這種大的，所以說需要關注一下它。那麼如果說這個反彈夠一筆的話，那就需要注意，就是說夠一筆了，然後也碰到前面這個低點了，那就是構成了一個反向中樞了，還可以繼續往下走，對吧？就是這一筆首先是可以做的，首先是，那麼你可以在這個位置做一個，比如說在120天下面做一個止損。如果說你只是想做一個短炒的話，需要做一下止損，因為你這裡不止損的話，可能去200天了。看一下它這個空間，7%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說需要在這裡做止損。因為 MACD 是弱呀 ，MACD 是弱的比較大，所以說你不做止損的話，那可以繼續往下延伸的。所以說如果要做多的話，需要去這個做止損。那當然更好的可能是，哎，反彈了，你發現它弱，你去做空它，那可能更好。如果說5段不背馳，可能有6和7了。對吧？就是說看個人的情況，這是因為做空的難度相對更大一點，對持倉可能要求更高。這個就看個人，就是自己喜歡什麼，喜歡做空。很多人天生的就喜歡做空，他不喜歡做多。很多人就是做空他能拿得住，做多他反而拿不住，就看個人的一個性格特點。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QQQ。那麼 QQQ 的話是這個大的這個科技股的一個這個 ETF。那麼現在它的結構，我們現在只看一下日線。日線上從402、1、2、3、4、5一個5浪，然後構成了一個中樞，對吧？它跟那個標普是不太一樣。標普是這個位置已經有了這個 A 中樞，然後這裡做的是 B 中樞，它是有區別的。但是無所謂。有一個中樞也可以結束，我們剛才已經說了，不是必須要2中樞，一個盤整上也可以結束。那麼現在它這裡你看出現了一個收縮型的一個這麼一個中樞形態，就是還是等方向，它也是沒方向，它可以是在這裡繼續震，然後踩一下繼續往上走，或者說是往下選也可以。所以說針對這個 QQQ 的話，你就盯着這個中樞來做這個中樞震盪就好了。中樞上方力度衰竭的時候減一減。中樞下方力度衰竭的時候加一加，就利用這個多週期的。單看一個週期，你肯定可能抓不到這個拐點的位置，你需要2個週期或3個週期來結合起來。就是針對這個 QQQ。然後我們最後再看一個這個 ETF，不是 ETF，這個衍生品。很多人喜歡做這個 SOXL，就是這個跟芯片相關的3倍的做多的一個衍生品。但是這個玩意兒呢，它這個問題就是如果說出現震盪比較大的時候，因為3倍嘛，它是有槓桿加持的，那麼它的這個耗損是比較大的，尤其是在震盪的時候，這種東西3倍帶槓桿的時候，最好的時候其實是單邊的時候買。你單邊的時候去這個買它的話，它如果說真的出現一個單邊行情的話，那麼對你的這個這個盈利也好，或者持有來講的話是最容易的。但是在震盪的時候，你看這種震盪的時候，它這個損耗是比較大。你看它這個空間多大？14點，這是14.5%，上面這個空間就更大了，21%，那這個損耗是很大的。所以說，你要玩這個倒能玩，但是它的這個波動性比較大，然後損耗也比較大，不適合長期持有。但是如果說你非要說，哎，那我從7.23也漲到了53，也不，你如果長期拿的話，也是很賺錢的呀，對吧？但是如果說你能夠忍受它這些大幅震盪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說你的一旦倉位比較大的時候，然後如果說又忍受不了的話，就很容易追漲殺跌。所以說現在它的結構是比較複雜的，你看到沒有？它在日線上。這個是出現了一個擴張型的中樞，這2個中樞是有高低點有接觸，這個低點跟前面這個圍繞這個第一個中樞震盪的高點是有接觸的，那說明這個中樞是一個升級的，它是明顯比 QQQ 啦、標普了都複雜，對吧？你會發現這個情況。現在就是針對這個第2個中樞，什麼時候也是3買也好，或者3賣也好，還是說拉回來，
就是圍繞這個中枢震盪。現在就是一個中樞震盪策略，但是它現在也是表達的相對比較強，畢竟這個芯片就是现在这个主流的这个主线。市场的主线就是在芯片相關的，那麼你如果有能力做它的話，因為它的每天我們看一下，這是12、9、5，它的每天波動震盪是比較大的，所以說你有能力盯盤，有能力想玩這個的話是沒有問題。就是說，尤其基本面又是好的，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它單天的這個震盪是比較大的，需要你自己去掌握一下風險。好的，那麼的話，針對這個今天分析是比較多的，我們就到這裡了，再見。